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本想去参加个正儿八经的商务会，结果现场突然冒出个爱国者，把会议搅得一团糟，最后还把自己给坑了。没错，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么一档子让人啼笑皆非又深思的故事。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话说几天前，越南一家响当当的民族企业珍珠集团在富国岛的总部大张旗鼓地办了场推介会。会议室里长桌熠熠，设备高端，墙上挂着越南国旗和企业标志，那氛围要多专业有多专业。全球各地的客商云集，韩国人、中国人，其中就有咱们今天的主角，暂且叫他熊哥吧。熊哥带着他的考察团来了，说是考察，可后来一看，这群人的目的可没表面上那么简单。会议本来进行的挺顺畅，越南方面派了个20来岁的年轻发言人，戴着眼镜、白衬衫、笔挺，专业范儿十足地介绍着他们针对各国游客的服务政策。旁边还有位翻译大哥，确保大家都能听明白。小伙子讲的那叫一个投入，表情自信，手势优雅，一看就是行家里手。可就在这时，那张改变一切的 PPT 赫然出现在大屏幕上。那是一张关于游客来源地分类的幻灯片，简洁明了，上面清楚地列着几个并列的名称：韩国、俄罗斯、台湾。注意了，这里用的称呼就是台湾，没有任何前缀，没有任何修饰。就在 PPT 亮出来的那一刻，坐在会议桌右侧的熊哥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就像看了一出魔术表演，发现魔术师把兔子变成了石头一样。这个30出头的大哥原本还算平静的脸瞬间紧绷，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显然没料到会在这样的商业场合看到这种表述。在他的认知体系里，任何把台湾单独列出的做法都等同于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在他看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位戴眼镜的年轻越南发言人还在继续他的介绍，完全没意识到台下这位中国客人的情绪正在酝酿一场火山爆发。他还在滔滔不绝地解释着不同来源地游客的签证政策差异，旁边的翻译也认真地同步翻译着，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那么和谐。但这位中国网红再也坐不住了。终于，在年轻发言人刚刚说完一段政策解释，准备切换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熊哥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他突然举手示意，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粗暴声音打断了正在进行的推介会。等等，你们 PPT 上显示的内容是严重的错误，这应该是中国的台湾，不是台湾，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句话就像一颗炸弹，在安静的会议室里炸开了锅。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安静到能听到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刷地一下，都聚焦在了这个突然发难的中国人身上。那位戴眼镜的年轻发言人愣住了，脸上写满了困惑和无措。旁边的翻译也停止了工作，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突发状况。其他与会者也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发生什么事了的眼神看着他。越南方面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显然没有遇到过这种活久见的突发状况。这时，旁边的翻译大哥展现出了相当的专业素养，他礼貌而克制地回应说，这是属于国家政治敏感问题，所以我们不方便在这里讨论。这个回应既没有正面冲突，也为双方留了台阶下，可以说是非常高情商的回答了。但是熊哥显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完全没有考虑场合的合适与否。他的那副样子仿佛随时准备挽起袖子和对方来一场唇枪舌战。不可以的，台湾是中国的，这是基础条件，没有这个基础条件，我们肯定没办法合作。在他看来，这是关乎国家原则的重大问题，必须立即得到纠正。越南方面继续保持着礼貌，说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去跟领导请教，然后看领导有什么指导意见。但熊哥根本不买账，他就像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不依不饶地继续纠缠。你们的 PPT 上明明写的是台湾，你怎么能说要领导指教一下呢？你们的领导能解决台湾是中国的问题吗？那位年轻发言人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指责和质疑，
起初还有一些不知所措，但随即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用平静专业的语调回应：我们记住了您的质疑，我们会回去进行深度的探讨。短短几句话，既没有直接认同这位中国网红的观点，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给出了一个看似接受但实际上模糊的表态。他用这种方式既给了对方面子，也为自己和公司保留了回旋余地。这招太极推手玩得相当溜。到了这里，熊哥彻底爆发了。他接着用一种更加严厉的语调继续说道：我要正式通知你们，台湾是中国的。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整个会议室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所有人都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正式通知震惊了。这句话说得铿锵有力，声音洪亮，仿佛他不是在越南的商务会议上，而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正式外交声明一样。更让人觉得荒诞的是，在他进行这番爱国宣言的时候，他还特意示意跟拍的摄像师调整机位，找好角度，把自己拍得更加显眼。整个过程看起来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秀，而不是什么临时的爱国情绪爆发。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越南方面的工作人员显然被这种无理的行为所困扰，但出于基本的商业礼貌，他们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这位胖胖的中国网红似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他觉得自己只是在维护正确的立场，其他人的沉默反而证明了他们的觉悟不够。但他显然对越南方面这种高水平的回应不满意，他继续纠缠不休，一再强调这是原则问题，不是什么可以商量的事情。整个会议的节奏完全被他打乱，其他参会的人员都在交头接耳，私下议论纷纷。但越南珍珠集团方面显然不准备继续这个话题，会议最终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不欢而散。会议结束后，这位网红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反而把在会议室里发生的冲突过程上传到了自己的抖音账号上。在这个视频里，他一脸委屈和愤慨地向网友们申诉自己的遭遇。他详细描述了越南珍珠集团方如何把台湾与其他国家并列，如何拒绝接受他的正确意见，并用模糊回应来敷衍他。在他的叙述中，自己是为了维护国家尊严而挺身而出的英雄，而越南珍珠集团方则是不明事理、顽固不化的反派。但这位网红显然低估了越南人的反应速度和处理能力。越南官方开始对这位网红及其同行人员进行了调查。很快，一个致命的问题浮出水面：这群人这次来越南富国岛，持有的竟然是旅游签证，但他们参加的却是商业推介会，这在越南的法律法规中明确属于违法行为。原来，这位网红和他的朋友们为了省事，申请的都是相对简单的旅游签证。他们可能以为参加一个商业会议不算什么大事，没必要去办复杂的商务签证。但按照越南的相关法律，持旅游签证参与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都是被明确禁止的，违反者可能将面临法律后果。关键是，熊哥在被越南官方警告后，他还嘴硬，不服气地说：“我在国内组个旅行团来考察，跟你越南官方有啥关系？我们一群朋友来富国岛，又跟你有啥关系？”这个逻辑简直荒谬，得让人哭笑不得。这就像一个毒贩被抓后解释说：“我制作毒品不是为了卖，是为了自己抽着玩，自娱自乐，和你有啥关系？你们凭什么抓我？”一样荒谬无比。法律就是法律，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在别人的土地上就要遵守别人的法律法规。持旅游签证从事商业活动就是违法，这有什么好狡辩的？消息一出，这位网红瞬间从爱国英雄变成了违法者。越南方面按照法律程序对这群违法入境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处罚。结果呢，不仅这位网红本人被驱逐出境并列入黑名单，连带着几位同行的朋友也受到了牵连，被要求接受调查。这下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丢人丢到国外去了。这起事件其实暴露了当前中国网红文化的一个普遍问题，很多人把爱国当成了流量密码，把严肃的政治议题娱乐化表演化。我特别注意到，疫情过后，一些中国的自媒体主播开始疯狂往国外跑，拍片子炫耀国威，在国外一个个腰杆都挺得老直，完全受不得一点委屈，仿佛都是天生的战狼，阿修罗转世。
但问题是，这种表演式的爱国主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商务会议上大喊台湾是中国的，能解决台海问题吗？能改变国际社会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吗？显然不能。更严重的是，这种行为往往适得其反。本来人家越南企业礼貌地接待你，认真地派人做讲解，结果你在人家地盘上颐指气使，这种行为不仅丢了中国人的脸，还可能恶化两国关系。很多网友指出，这位网红的行为不仅丢了中国人的脸，也暴露了某些人在国际交往中的无知和狂妄。在别人的地盘上，在别人主办的活动中，基本的礼貌和尊重是必须的。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但你不能强迫别人在所有场合都配合你的观点。说到中越关系，这里面确实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越战争的阴影，南海岛屿的争议，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敏感问题。越南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和中国相近，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两国关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友好。越南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并不怕中国人，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商贸往来频繁而已。所以越南人对于这位中国男网红的说法并不以为然，甚至可能觉得好笑。在这种敏感的外交背景下，一个中国网红跑到越南地盘上大声宣示主权，你觉得越南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中国人都这么傲慢无礼吗？而且我们要明白，台湾问题的复杂性远超很多人的想象。虽然很多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台湾确实被当作独立的政治实体对待，这是现实，不是谁大喊几声就能改变的。台湾有自己的护照、货币、政府，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中华民国护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确实是两本不同的证件，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有两本护照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更有意思的是，与中国关系不错的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在俄罗斯的不友好国家清单中竟然单独列出了台湾，连俄罗斯都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对待。这说明什么？说明国际社会确实在实际操作中把两岸当作不同的政治实体在处理。说到这里，我想特别对台湾的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首先，一个中国网红在国外大声宣称台湾是中国的，这确实会让台湾民众感到不舒服，甚至愤怒。你们的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一个人的不当行为，就对所有大陆人产生偏见。这位熊哥的行为在大陆网络上同样引起了很多争议和批评，很多理性的大陆网友都在批评他的做法，认为这种表演式的爱国主义既丢脸又无效，给中国人丢了脸。大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这位熊哥一样狂妄无知，绝大多数大陆民众其实都是善良理性的普通人，他们同样希望两岸和平发展，实现共同繁荣。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家庭的幸福、孩子的未来，而不是天天想着要统一台湾。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有文化底蕴的。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什么？是和而不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海纳百川的包容胸怀。这位中国网红可能永远不会明白，他在越南会议室里的那番慷慨激昂，实际上代表的不是爱国，而是无知。真正的强国国民应该有包容的心态、开放的视野和基本的国际礼仪。他在越南的表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投机，目的是获取流量和关注度。希望通过今天的分析，大家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这类事件，不被表面的政治口号所迷惑，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思考什么才是真正有益于我们共同未来的行为和态度。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